夜夜笙歌的隋炀帝对着镜子说道：“好头颅，谁当斩之？”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斩杀他的人并不是起义的盗贼，而是他最为信任的亲信。那么，司马德堪和裴虔通等人为何倒戈相向？他们密谋反叛之时，为何推举懦弱无能的宇文化及为首领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萧果军阴谋叛乱及隋炀帝被缢身亡。隋炀帝到达江都之后，更加的荒淫无度。他的后宫有100多间房屋，每个房间都住着美女，摆设极尽奢华，每日酒宴不断，夜夜笙歌，仿佛不知疲倦。可是天下盗贼四起，局势动荡不安，酒醒之后，他就会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。因此，他经常身穿短衣，在江都的楼台和馆舍之间徘徊，似乎想将这一切的美好记在心底。有一天，他与萧后饮酒时，对着镜子说道：“好头颅，谁当斩之啊？”萧后诧异地问道：“何出此言？”隋炀帝笑着说：“贵贱苦乐，循环更替，有何可伤感的呢？”得知李渊已经攻占大兴城的消息后，他深知自己恐怕无法回到北方了，于是便萌生了迁都丹阳的念头，这样至少可以守住江东，偏安一隅。于世基等人对迁都之举颇为赞同，其他文武大臣也纷纷附和，称赞此举犹如大禹治水之功绩，江东百姓定会立碑歌颂陛下。然而李同克却提出异议，他认为江东地势低洼，气候潮湿，而且地域狭小，难以承受朝廷与三军的供养，恐怕会引发民变。御史听后，立即以诽谤朝廷之罪弹劾李同克，使其险些丧命。于是隋炀帝下令立即修建丹阳宫，并做好迁都的准备。然而这个消息却引起了萧果军的强烈不满。萧果军是隋炀帝亲自组建的禁卫军，大多为关中人士，他们不仅忠诚，而且骁勇善战。但是由于长期的远离故土，导致思乡心切，得知隋炀帝无意返回长安后，便萌生了脱离萧果军，独自返回家乡的念头。隋炀帝得知后非常忧虑，询问裴矩对策。裴矩便说，由于萧果军没有配偶，所以才难以久待，不如让他们择偶成家，以稳定军心。于是隋炀帝便将江都附近的寡妇以及未婚少女全部召集起来，以供萧果军挑选。然而此举并未缓解他们的思乡之情，得知关中已被李渊占领，隋炀帝准备迁都丹阳的消息后，他们回乡的希望被彻底破灭，于是大批的萧果军又开始逃跑了。隋炀帝连忙派人去追，甚至斩杀了大批的逃兵，却依然难以遏制。隋炀帝无奈，只能任命自己的亲信司马德堪为萧果军的统领，并让其驻扎在东城。司马德堪接受任命后非常惶恐，担心无法控制萧果军逃亡的势头，而遭受灭族之灾，于是连忙找来自己的好友裴虔通和袁礼商议。最后他们决定，如果萧果军再次逃跑，他们就跟着一起逃走。接着裴虔通和袁礼秘密联络亲友，商议逃跑之事，最终赵行书等10多人都愿意跟随，并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商议，毫无顾忌。有一名宫女得知此事后，连忙告知萧后，萧后却让她直接告诉皇帝。隋炀帝听后勃然大怒，以宫女不应该参与政事为由，将其斩杀。之后再有人告知萧后时，他便说道：“天下的局势已然如此，已经无法挽救了，你们也不用再给皇帝汇报了，免得让他伤心。”于是宫内再也没有人将外面的情况汇报给隋炀帝了。由于赵行书与宇文述的儿子宇文智及的关系要好，于是便将逃跑的计划告知于他，并说3月份的月圆之夜便是他们结伴西归的日子。宇文智及听后却对他说：“隋炀帝虽然无道，但他的威严还在，如果你们逃跑，一定会被追上之后处死。现在天要亡隋，何不趁此机会起事，成就帝王之业呢？”赵行书将此话告诉了司马德堪等人后，众人都表示赞同。最后大家一致推举宇文智及的哥哥宇文化及为首领。然而宇文化及不仅性格怯懦，而且能力低下，听说众人推举他为首领，准备起事时，脸色顿时大变，浑身直冒冷汗，但最终还是听从了众人的安排。接下来便正式开始起事了。首先，司马德堪派人前往萧果军的军营，谎称说隋炀帝已经知道了他们逃跑的计划，
所以预备了很多的毒酒，准备利用宴席的机会将萧国军一网打尽。萧国军的将士们非常惶恐，立即答应跟随司马德堪一起起事。接着，他让裴虔通和袁礼负责看守大殿，让唐凤义负责看守城门，并且大殿和城门都不上锁。3更时分，司马德堪在东城集结人马，并点火与城外呼应。隋炀帝见火光四起，而且宫殿之外人声嘈杂，连忙询问发生了何事。裴虔通便回答他说，草房失火了，所以大家都在忙着救火。由于裴虔通是隋炀帝的亲信，因此他并没有怀疑裴虔通骗他。这时宇文智及已经在宫城之外集结了1000多人，他们劫持了巡夜的侍卫，并分兵把守街道。隋炀帝的孙子杨谭感觉情况不对，连忙入宫汇报。走到玄武门的时候，谎称自己突然中风，马上就要死了，临死之前希望能与皇帝告别。但裴虔通不仅没有通报，还将杨谭给关押了起来。接着，司马德堪将所有城门的侍卫换成了萧国军，这样他们就能畅通无阻地进入宫殿了。直到这时，隋炀帝才发现情况不妙，连忙换下皇帝的衣服，逃往了西阁。但在宫女的指引下，裴虔通和袁礼很快便找到了他。见到隋炀帝后，令狐行达立即抽刀冲了过去。隋炀帝对他说：“你是想杀了我吗？”令狐行达回答说：“臣不敢，只是想让陛下西还长安罢了。”这时，隋炀帝看到了裴虔通，便对他说：“你不是我的旧部吗？为何也要谋反？”裴虔通回答说：“臣不敢谋反，但是将士们想要回家，我只是想让陛下返回京师罢了。”隋炀帝听后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我正打算回去呢，但是长江上游运米的船只还未到达。既然这样，那我现在就跟你们回去吧。”但裴虔通并没有答复他，只是派兵看守着隋炀帝。这时，已经有人去迎接宇文化及了。宇文化及得知隋炀帝已经被控制后，吓得浑身颤抖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有人前来参见，他只会低头依靠在马鞍上，连说罪过。然后他被司马德堪迎入朝堂，称其为丞相。天亮之后，裴虔通将自己的坐骑让给隋炀帝，对他说：“百官已经都在朝堂之上了，请陛下亲自前去慰劳。”但隋炀帝嫌弃他的马鞍破旧，更换了一副新的马鞍后，才向大殿走去，并且问道：“于世基何在？”马文举回答说：“已经被斩首了。”不多时，隋炀帝被送往寝殿，裴虔通和司马德堪手握兵刃站立两旁。隋炀帝叹息道：“我有何罪，该当如此啊？”马文举回答说：“你抛下宗庙不顾，不停地在外巡游，你对外频频作战，对内极尽奢靡，导致男人死于刀兵，妇女死于沟壑，天下民不聊生，盗贼风起。你任用奸佞，闻过是非，而且拒不纳谏，怎能说你无罪呢？”隋炀帝反驳说：“就算我对不起百姓，你们这些人可是跟着我享受了荣华富贵，为何也要谋反呢？主谋是谁？”司马德堪回答说：“天下之人无不恨你，何止一人？”这时，隋炀帝年仅12岁的爱子杨镐在隋炀帝的身边不停地哭泣，裴虔通便挥刀将其斩杀，大量的鲜血喷溅在隋炀帝的身上。接着，他将大刀对准隋炀帝，准备将其斩杀，可隋炀帝却说：“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，怎能对天子动刀呢？请将鸩酒取来。”但马文举等人不肯答应。隋炀帝无奈，只能自己解下炼金。令狐行达接过他的白色头巾后，将其活活勒死。至此，大隋王朝的第2任皇帝，也是最后一任皇帝，被用炼金绞杀，终年50岁。他生前极尽奢靡，死后却连收尸的人都没有。萧后得知后，带了几名宫女撤下床板，才勉强给他做了一副薄棺，与爱子杨镐一起安葬在西苑的流珠堂。而宇文化及等人则已经开始选择隋炀帝的接班人了。宇文化及倾向于隋炀帝的4弟杨秀，但遭到众人的一致反对，于是他只能将杨秀和他的7个儿子全部诛杀。接着，杨广与萧后所生的儿子杨戬，以及杨戬的2个儿子，隋朝的宗室和外戚，不论老幼，全部诛杀。只有隋炀帝3弟的儿子杨浩，由于和宇文智及的关系要好，才得以幸免。隋炀帝的亲信也被清洗，包括于世基和裴运，以及来护儿和萧据等人。至此，江都兵变彻底结束。宇文化及自称大丞相，
总理百官。接着，他以萧后的名义奉迎杨浩为帝，让他住在别宫，派兵坚守，只需要签署已经拟定好的诏制即可，彻底成为了傀儡皇帝。司马德堪则被封为温国公，加光禄大夫，弟弟宇文智吉被任命为左仆射，裴矩为右仆射，另一个弟弟宇文士吉为内史令。3月27，宇文化及任命陈棱为江都太守，总管留守事宜。接着，他们抢夺了江都附近的大量船只，准备取到彭城，从水路西行返回长安。皇后和六宫也随军出发，并给他们单独设置营帐，宇文化及也住在里面，仪仗和侍卫的人数比照皇帝的规模。那么，宇文化及能够带着萧果军返回长安吗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